很多人想要去了解的就是截拳道的寸劲。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曾经听说过？就第一个当然是寸劲是咏春拳的一个短劲的发劲技巧，很多人讲说哦，寸劲它就是要这样。好，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我先不讲别人，我先讲截拳道。截拳道的寸劲，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发劲技巧而已，它其实是一个理念、一个概念。那寸劲呢，也不是只有短劲，它可以运用在长劲上面，它可以运用在防守，它甚至可以运用在你的肢体，运用在你的移动，运用在你的思考逻辑。这就很像是所谓的精简。精简跟严谨呢，是在截拳道一个很固有，大家都一定要永远 focus 在心、记得的基础的理念。一开始在咏春拳或是一些中国武术里面，它确实是一个短劲的发劲技巧，寸劲嘛，顾名思义，在1寸的距离内打出劲道称为寸劲。可是师傅李小龙他当然就在思考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如果我可以在这么短的距离内打出这么大的劲道，我如果今天把距离给延长，我是不是就可以打出更大的劲道？好，那从更大的劲道之后去延伸，会延伸出什么？就是如果我不是只是在追求劲道呢，我可不可以运用这个原理去增加我身体的爆发力，让我的身体的爆发力更有效率的去施展？也成功了。那最后就想，我在防御的时候，这个防御技巧用寸劲的理念去接对手的攻击，然后让这个寸劲变得更范围应用的更广，也成功了。所以其实在这一步一步的概念当中，你就会发现，你有个正确的理念，你有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它可以彻底的去改变你整个世界。而截拳道的寸劲、放松速度、停住的这3大观念，已经彻彻底底的去融入在截拳道的精神当中。我要坦白讲啦，寸劲你要发挥在实战上面，或者是一些动态用途上面哦，在某些人来讲是有困难的。所以曾经在网络上也有流出的传言，就是截拳道的寸劲其实是不存在的。那我就可以告诉大家，这就像有些人讲地球是平的，类似这样的逻辑，或者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外星人，或者是有外星人，诸如此类的立场判断。很多事情就是你不相信，那你不相信的前提是你看不到。那你认为这件事情不可能，很大的原理之一就是你做不到。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打寸劲，你当然会讲说寸劲不存在嘛。那再来很有可能是他在教寸劲的方式不对，或者是怎么样，他自己可能会寸劲，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把他的学生教会寸劲。那很多人也因为学寸劲遇上了困难，所以干脆不要教寸劲，就说截拳道里面没有寸劲，或是寸劲只是表演的。可是有看过我示范寸劲影片的，或是有跟我交流过的，或者是我的学生，你要告诉他们我没有寸劲吗？你们要去告诉他们寸劲不存在吗？我相信我所有的学生里面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寸劲不存在。他能不能打得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寸劲对他们讲扎扎实实的存在，完全存在于他们的体内跟他们的脑中。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整个世界的包容就是这样，我做得到嘛，所以我认为有寸劲，我教寸劲，我的学生也学得会寸劲，而且我学生学寸劲还学得很开心，这个就只不过就是能力的问题而已。有些人就是没办法，所以我们先把没办法的丢一边。那在寸劲来讲呢，我们截拳道的寸劲最基本分成3种型，也就是木型、水型、火型3种形态。那这个形态你也可以称之为是它的一个原始本质。那在这3种形态之下，还有4种劲道，分为弹、正、伤、杀4种劲。那弹劲、正劲、伤劲跟杀劲呢？除了弹劲之外，弹劲比较像是一种技巧的掌握，比较是一种你要学习的一种技术。伤杀劲呢，弹正伤杀的正伤杀这3种劲道呢，它就是比较偏向是你劲道本身的量，对，你可以称之为破坏力啦，但其实是我们放入重量的一个比例值。那我一步一步来跟大家进行解说。那在木、水、火这3种型来讲呢，其实木型的正劲，也就是木型也有弹正伤杀。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型也有弹正伤杀，然后我们的这个火型也有弹正伤杀。当然里面还有一些 detail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先大略的带过。那在这个木型的里面来讲，是截拳道最基本在入门练的一种技巧，也就是让你的身体的重量经由一个固定关节上的固定，来产生一个像木头一样木棒式的一个方式的撞击。大家不要想象成像哪一根棒子，其实只是在告诉你，
你要去固定住你每一个关节，然后用适当的固定力将你的整个攻击主体变成一体，从零散的一个拳头，然后把你的手腕、手肘、肩膀，然后来进行一个关节上的固定，让它变成是一体的去进行一个所谓的重量的传递，这就是木形正劲基本的概念。那当然不只是啊，像木形正劲，我们基本在练全形的这个正劲技巧的时候，不管你是这样子打还是短劲，其实它原则上它都是有7个点最基本的7个点去完成。接触面比如说你的拳面是接触面，再来到你的手腕因为你要固定你的手腕不要晃动，再到你的小臂，你的肌肉必须要有适当的张力，再到你的手肘这个手肘你必须要固定好，不然也是会软掉，再到你的大臂，再到你的肩膀，再到你的阔背肌。这就是我们的手在这个直拳的状态之下往前去延伸的时候，最基本会用到的7个点。那当然过程当中你还是可能会用到胸肌，用到肩胛骨，甚至用到腹部。但是我要强调，这个就超过了木形正劲这个最基本，只有你攻击主体这个重量本身的一个范围设定。所以这就是正劲的概念。正劲的概念就是只有攻击主体的重量。那伤劲的概念就是呢，超过攻击主体以外的重量去进行辅助，大约会到达半身，也就是大约是你50%的重量的渗透。杀劲就是你一个所谓的你全身的重量，然后配合上你最大的爆发力去产生的点。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象成我们的正劲呢，就是只有我们假设以手来讲，只有我们手臂的重量。我们的伤劲呢，就是包含我们上半身的重量。那我们的杀劲就是全身的重量，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是最基本我们的截拳道的弹正伤杀4个劲的基本点。那弹手它是一个技巧，它是一个让你的手去学习如何像鞭子一样去利用的一种技巧性。那以后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个 detail。那再来就是木形、水形、火形这3种形。木形刚刚讲到了，就是让你的手像一个木头一样，它是一个固定整体的去使用。那水形是截拳道算是在寸劲里面最高端的一个使用方式，也就是你已经不需要去固定你的攻击主体了，你利用你的动态利用你的动能，利用你的动作，你就能够在所有的角弧度，然后这个包含距离都配合的很好的状态之下，去产生一个力量的渗透。木形的技巧，它比较像就是拿一根很厚实的木棒轰在你身上。水形的技巧呢，就很像是一个水弹。你也可以把它讲成像一台卡车直接去撞击到你，所有的力量会完全渗透到你的体内。这部分用讲的可能真的大家不太能够理解，所以就是还是强调，真的想要学好一门东西，你们还是要找个师傅去练啦。那这个你只能让你们大概了解一下，跟让你们在练别的武术的朋友看了这些教学影片之后，能够对于你们的自己本身那条武术的路有一些帮助，这样我觉得也很好。火形其实呢，它就是把它跟木水又不太相同，它比较像是截拳道当中有个叫弹正双劲我知道越讲越复杂了。弹正双劲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你的木形的技巧融入像鞭子一样这样子的概念，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爆发式的劲道释放。它没有水形那么柔软，它没有木形那么僵硬，可是它拥有比较快的速度。所以火形的这个技巧呢，在练截拳道的中期会还蛮多人蛮爱使用的。所以其实在这些技巧大家听起来就很像在玩电动，你有很多的技能可以去开发或走不同的路线，其实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可是截拳道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条路，你就顺着这条路走，这些技巧你渐渐都会学习得到。这就是截拳道寸劲的基本的说明。刚刚也有提到截拳道的木形正劲的基本叫做放松、速度、停住。你必须要将它每一个东西是点对点的方式去移动，你必须放松，放松之后才有速度，速度之后到达目标的时候是你的距离已经到极限，没有办法打得更远，必须停住。记得手肘不要打直，以后会讲到这基本概念。你手肘打到最远距离的时候停住，还是你打到目标的时候，目标的重量比你的攻击重量要重，让你停住，这就是放松、速度、停住。那你停住之后要做什么？你停住之后就是要放松。放松之后才能再加速，加速之后你还是得停住，永远你都必须要有停住，这就是一个3点循环之间的概念。你必须停住才能加速，加速之后你为了要加速，你必须要放松，放松之后才能加速，
反正你这是彼此一个概念。到这边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放松速度、停住这3个东西？如果你能够应用在你已经的基本的肢体的使用上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已经很好用了。它可以让你的攻击产生很彻底的变化，它可以让你的防御、让你的移动，甚至让你整个武术的理念产生一些调整。你要如何去利用放松速度、停住这3样东西去增加你的技巧？所以其实如果这边看到这里有些人对于劲道或者是某一些武术已经练到一个程度，我相信你大概已经可以听懂放松速度、停住，跟你现在学习武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这种放松自己的身体，然后加速出拳的动作，然后到达一个目标，去固定你的攻击武器，把力量给打进去。就像拳击讲的，一开始要放松，达到目标的时候把力量打进去。空手道也有类似这样的概念。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武术，它在走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原理。只是我们在一开始就让学生就要去知道这样的原理，并且朝这样的目标去努力。才不要说等到你走了一大圈，你要再去调整你的模式，这其实很浪费时间。在练截拳道来讲，我们尽量的把所有的根源、所有的源头，在一开始啊这个初级的阶段，尽量的就想办法让学生去了解，才不会让他们走很大一圈。但势必的也会在刚开始的某些阶段，会对某些学生来讲，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刺激，没有那么的黑皮，怎么没有那么多的搏战因为现在我的教学风格已经不像以前学生刚来就一直让学生去打。一方面是要考虑到学生可能身体的情况、强壮度、体力度、受伤的可能性，然后以及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把一些基础的东西给完成。所以在我们这边其实大概来讲每一个等级的最后阶段都会有个总整理时间。大约都是在这个总整理的时间，除了让学生去复习他的动作之外，也会加入一些这一种所谓的搏击练习，然后让他们去体验一些实战技巧，然后甚至到比较这个初期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去体会1对多人的搏击的经验，怎么样1个人打2个人，然后怎么样呢2个人去打1个人。其实要告诉大家，我们不支持2个人打1个人，可是要让你们去明白其中的一些重点。所以前几天刚好跟学生也聊到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开一个影片单元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到底1对多跟多对1，它在这个所谓的人与人的战斗世界里面到底夹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